我笑不出来，今天状态很难说，很不好说。本来我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到今天没有起床的时候，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昨天和 AI 聊天聊得很开心，所以我昨天睡觉到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和豆包还是和健美奶，都问出了我心里想要的答案，我觉得是件好事情。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在现实当中总是情绪被影响。我也不知道才过了几天，自从我爸爸从4月1号，到今天4月6号就住在我们这个房子嘛，对，他才一起住了，到今天才6天，我感觉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些大男子主义，而且现在我也没工作，失业在家，没有收入嘛，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老婆孩子，所以在家里面真的是很被动，非常的压抑，非常的不舒服，真的受够了。等一下。真的状态不好。今天我本来睡觉睡得好好的，大概昨天因为晚上3点多才睡觉嘛，3点多才睡觉，然后早上又是9点多，9点不到，8点半就给我爸吵醒了。为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因为早上起床饿了，然后他也不管我睡不睡觉，他也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不管，他只管你要起来，就叫我起床嘛，你起来给我做早饭吃了，给我蒸几个烧麦，然后包子，鸡蛋，再给他做一碗稀饭，我要吃早饭了，他也不管我睡不睡觉，也不管我怎么样。就被他吵醒了。以前我也反抗过，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因为很不尊重我嘛，对吧？而且就完全是一种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这种情况，以前我20多岁的时候，为了这种事情争取过，没有用。我和我妈妈都是这样的，就是像我现在做 YouTube， 或者我有时候减肥，我以前还有一阵子，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还买过司美格鲁肽，就是减肥嘛，因为打完司美格鲁肽这个针之后就基本上不想吃饭，没有食欲。那如果说我跟我妈妈在家，她可以当我不存在，她可以接受我这个状态，就是你不要叫我吃饭，不要叫我怎么样，你不要来吵我，不要影响我，你让我自由一点，不要来管我。但是因为我妈妈最近在上班，不在家，对，就是帮人带小朋友，带小宝宝，带孩子，所以说不在家，要到20几号这个月的下旬，我妈妈才回来。那我爸爸这个月过来住，我才做了6天，今天才第6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是从小被这种家庭所影响的。我爸在家真的我真的很无语。他基本上都是睡到他想起床他就起床，然后呢，因为退休了嘛，也没什么事情嘛，起床了从来不做家务，不干活，都是逼着我去做。衣服换了，从来不洗的。他过2天就会问我衣服洗了干净没有，
然后就要我去洗嘛。我妈妈在家，她是逼着我妈妈做这个事，我妈妈不在家，她就逼着我做这个事。然后早上一定要起床，她起床了不能饿，一饿就要发脾气，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以前饿了就是状态不好，她起床发脾气了，就会对家人、对我和我妈发脾气。对，也有这种很严重的这种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我非常的不能接受，我也非常的讨厌，非常的，我也鄙视这种行为，我非常讨厌大男子主义，我强烈的讨厌，而且本来真的心情挺好的，那本来我是按这个节奏，那就中午吃完饭就来。到天台来拍我今天的要讲就是聊天嘛，这个素材嘛，就是随便聊聊啊之类的。后来我的情绪已经憋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我不讲出来我会非常难受，我非常压抑，非常内耗。那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把它讲出来。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在我身上这样子，在我好朋友，我特别要好的一个兄弟。他在家里，他的爸爸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小孩了，他爸爸还是这样子，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子的，就这种大男子主义，就坑了多少的人，坑了多少家庭啊！完全不会说在乎，就是在乎我的感受，也不会说在乎我妈妈感受。对，我妈妈有时候还劝我，我跟我妈说这个情况，我妈也生气，我妈也不高兴。我妈有时候就是我妈在家的时候会劝我说：“哎呀，你爸爸挺不错的，至少第一个没有在外面赌，没有在外面出轨，没有家暴，至少没有这些问题，没有酗酒这些问题。难道这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优点了吗？但在他们那辈人眼中，男的只要这样就不错了，真的，我是被这种事情困扰了好多年。我非常非常讨厌这种大男子主义。我就想知道，你们是没学过这种所谓的就是，怎么说呢？学了也没用，就是没有这些认知嘛。认为我在家里，我就是老爷，我就需要有人伺候我，需要有人照顾我，就是。身体也好好的也没有问题，那你自己做个早餐有什么呢？对吧？你为什么要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当时也是把脾气，我也没有说怎么样，因为我情绪很稳定，所以我是忍住的，没有去怎么样。我说好，我现在给你做，真的，我真的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妈一直劝我嘛，包括就是中国式家庭都是宣传这种孝顺父母，孝顺嘛，孝顺，你要顺着他们来，这是很麻烦的。其实我妈妈很 OK， 她很了解我状态。我跟她说我今天不吃饭，我妈不会逼着我吃饭，也不会逼着我怎么样。那我爸不是的，我爸是就看到我你这么胖，你要减肥，你这么胖，你以后怎么办？你以后怎么找老婆？你以后怎么养家？什么，你没有工作了，你怎么办？你以后怎么养老？就一直这样子对我。我妈妈会包容我，然后会觉得就是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不会干涉我的这些情况。而且我妈妈现在就是对于我这种情况，她也了解了星座嘛，就比如我是射手座，所以我妈就更了解我。跟她科普过这个事情之后，她也更加的了解我这一点，从来就是不会逼着我的。因为我也不会逼着你们做什么，对吧？我也不会说要求你怎么样，但是我是被要求的，你要求我怎么样，那这个肯定不行啊！我嘴上是这样说不行，但是我在视频里是肯定要把这个说出来的。但是我现实当中我还是很没有办法。我妈跟我说，也打过比方的，说你现在如果有家庭了，工作也不错，也能赚到钱之类的。那你爸爸肯定对你是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会好很多，会包容很多，
就觉得儿子还不错，还有点出息，至少在外面还给他有一些面子，在朋友之间他们打牌的这种朋友之间会给他一种反馈，就是这样说出来会有面子，会觉得是一件比较光彩的事情。我妈妈是会跟我这样说的，我也能理解，在很多中国的家庭，很多中国式家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中国式的这种父亲都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可能不只是中国，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因为我和 AI， 我在上来拍视频之前，我和 AI 也聊了这个事情 ，AI 还试图在安慰我，我觉得我不需要人安慰，我不是为了安慰，但是我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不想内耗我自己，我不想影响我的状态，我不想影响我拍 YouTube，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当然我在家也是没有办法，我爸对我的姿态就是我是你父亲，我是你爹，那你一定要顺从我，你一定要怎么样，是这个状态。对，就在我面前这种状态，他从来就是也不会了解我这个，就不会去了解我的状态，他不会去想我儿子怎么样，不会，就总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从小我就很讨厌被教育，很讨厌被这种不管是别人视频里面还是现实当中，我很讨厌这种情况。我不喜欢教育别人，你也不要教育我，你不要对我指指点点怎么样，我想怎么活，那是我自己的生活。对，你不要认为我什么拍视频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上班，我需要父母养着我，所以以这个名义来对我怎么样，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非常非常，我内心是不能接受的，只是说表面上我还是会顺着他来，因为我不想激起家庭矛盾，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去激发家庭矛盾。如果我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我说我不要，我不行，就是你跟他反着来，那我爸肯定会炸毛，就是炸的那种。这合理吗？我觉得完全不合理，真的不合理，非常不合理。你这样做你觉得这对家庭没有伤害吗？这对家庭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这对我来讲也是有伤害的。虽然我妈妈一直劝我说那种可能说父亲出轨这种家庭离异的会对原生家庭会对这个家庭里面的子女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但我觉得这算什么呢？这个是底线啊，你肯定是不能这样做呀，不对啊，不能不出轨是底线吧？你不酗酒不暴力，这也是底线吧？这并不是一个优点。对，我妈也忍受了很多年，没有办法，他们老一辈人也不想说为了这种事情怎么样破坏家庭吧，也不要离婚怎么样，也不想，也没有这种打算，只是说忍受，因为我妈妈在外面上班也很辛苦嘛，带小孩，而且都在人家家里，全程在人家家里面，睡觉有时候睡不好，因为出生的宝宝嘛，几个月的这种小宝宝，他的作息，你要带小孩的话，你要跟着他作息来的，正常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的，没得睡的，对吧？这也是很辛苦的，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在家做家务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妈妈很辛苦，所以说我帮她分担一点，比如说我会在家拖地，不是他们做饭，我就刷锅刷碗，这是我能做到的。我洗衣服就是洗衣机嘛，晾衣服之类的，这种事我能做的我会做。我妈在家，她有的时候她不要我做，她觉得我做的就是我妈妈，她有强迫症，她觉得我洗的衣服可能没有她按她那个设想来，会觉得洗的不干净这些都没问题，对吧？做饭的话就是我做饭，我爸是不喜欢吃的，不合他口味，他觉得我做的菜可能偏淡了，怎么样，也会因为这些事情发脾气啊。那我之前在视频里说的很隐晦啊，没有说把这个事情说的很，没有把它说开啊。那具体比如说我做个菜，我今天做一个炒肉丝，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他直接不吃的，他甚至会发脾气。你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东西啊？你做了什么东西啊？就是指责嘛，
所以我现在就是学会了，我说我在家我不做饭，他想吃饭他自己做，我可以把菜洗好了放那边让他自己做。对，现在只能达到这种效果，特别是我跟他两个人住的时候。首先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你跟他讲道理他也不听的，讲道理他不听，他会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些东西啊？你是儿子，我是爸爸，我是老子，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些？就是这种态度，这种状态。所以我内心是很逃离的，我想就不在这样的家庭嘛。我妈妈很好，我妈妈非常好，我妈妈就是非常尊重我，最起码她不管你工作没工作，就也是会支持我的。包括我可能做视频做的好不好，至少我现在有个事情在做，家里还是会像我妈妈会支持我的。我爸他不理解算了，他不理解他还要就是反过来拿这个事情来说我，你不好好去找个工作，整天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为了避免矛盾，我都不在家拍视频，我也不当着他面去做这个事情。我甚至是可能在车库里或者在天台上，像今天风很大，跟我的心情一样，但是我没有办法，他不能接受，我就尽量避免这个事情在他这边发生。当然这并不是无病呻吟，这是长期的被不尊重所忍受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他的作息是怎么样呢？他作息时间是前天晚上睡觉，可能有时候会晚一点，12点1点，有时候是晚上10点钟就睡觉了。像最近他没什么事情，他就10点钟睡觉了。每天戴这个耳机听那些小说，不知道他听什么样的小说，真的。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就是那种状态有点痴呆的状态，也并不是痴呆，就是不知道听小说听的，就整个人都是无法去理解。我妈也去那，你不要戴耳机，睡觉也戴着耳机听歌听音乐，不是听音乐，睡觉也戴着耳机听小说。刚才说错了，对不起，不是听音乐。那这种问题本来就是会影响啊，你长期戴着这种耳机睡觉，有噪音，对吧？人会高血压啊。那你有脾气，就是有起床了早饭就没吃早饭，就会可能说以前更夸张了。以前比如说我上班，我难得就是休息嘛，以前上班时间休息比较少，难得休息，他也会把你吵醒了，他不管。包括我以前上学也是的，难得休息他也不管。我说我休息，你睡什么懒觉啊？就会把你拖起来，把我拖起来。然后像我妈妈很辛苦，比如说回家了，上这个班结束回家了，休息了，她也会要求我妈跟我在家，我都会让她你多休息，多睡觉，多休息嘛。她不会的，她会说起来做饭了之类的，我什么去超市买菜啊，或者去买东西了，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她只顾她自己嘛，从来不尊重我们，不顾着我们的。这种事情，我真的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那我朋友家，我好兄弟，他爸也是，就是拿儿子当出气筒嘛，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事情就指责你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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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会想我要怎么样，而是就是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中国有一句古话，我一直记得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话我一直记得的。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你自己做不到任何这种情况，你为什么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呢？这是一个很不合理、很不好的一个事情。真的，我非常非常讨厌，非常反感，非常鄙视。但现实当中，回到现实，我这种事情，我也不能因为说要激发家庭矛盾去反着来，只能说沉默。沉默是我最大的王牌了。就我在家里面，大部分都是沉默。你玩你的，你想做你的事，我想做我的事。如果我不想在家里，我就到外面透气，或者我就全程在家拿手机。因为我是做 YouTuber 的，我不是说做 YouTuber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是说
我以后是需要靠这件事情来养活我自己，包括养活我未来的家庭。我要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事业，我要经营我的事业。当然他们不会理解，主要我爸不会理解，我妈能理解。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经营我以后的事业，是为了我的爱情，我以后的爱情。虽然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但是我以后的爱情也需要这个东西，不光是爱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恶心，就是像我爸家里面，他是有2个哥哥，亲兄弟，但是他的家里的亲兄弟对他也不是很好，很多事情，比如据说照顾我爷爷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爷爷只有他一个人，今年也有90多岁了，90多岁的老人，就是他们是轮流去照顾的，就是住在我爷爷家，一人轮1个月，轮流的。那照顾老人这件事情，那还有其他事情我就不想说了，反正就是家里面这些他的这些哥哥，为了这件事情会算计他，对，会算计他。比如说每个月他家就他的哥哥嘛，照顾我爷爷这件事情，都会让他来顶2天班。为什么顶班呢？因为他自己要，就是他的哥哥自己要出去，可能说吃饭、喝酒、打牌、玩，就会让我爸过去顶。他觉得没问题啊，他觉得非常好，他一句这种就是怨言都没有，去这种问题。然后他有什么事情，他从来不会说，叫他那个哥哥去顶，而且他每个月就是在那边就老老实实在那边，然后如果我和我妈针对这个事情跟他讲道理，说他这个哥哥的行为不合理，就是会说一下，他就会当场翻脸炸毛生气，就会指责我们，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家什么，就是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而是把他的这些，因为你说虽然是亲兄弟，但是结了婚都是有各自的家庭吧，这个分寸要有吧，那你重心应该在自己的家庭上面，而不是说还放在以前的这些就亲兄弟。虽然说亲兄弟感情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相比而言，自己的现在的家庭应该是我觉得衡量下来应该是更加重要的。起码我觉得我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没有逻辑，他没有这些打算，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聊，去交流。而且我从来就是说我有试图过和我爸谈心沟通，包括我现在35岁了，我也不是5岁，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子呢？我试图过引导过这种问题，没有用，对，他永远这个态度，永远这个状态，然后就这种状态。然后跟我妈妈的话呢，我妈有时候脾气上来了，实在是我妈脾气上来了，她也不会说刻意跟我妈怎么样顶嘴之类的，不是顶嘴啊，就是我妈说她的时候，她不会说像对我这种态度，对，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嘛，辈分嘛，又是辈分，又是这种恶心的东西，他们是同辈，我是晚辈，我是小辈，我是他儿子辈，所以他可以用这种名义来对我怎么样，这就是我很不舒服的地方。我起床给他做早饭，我没吃，我没吃，因为我前天不是冰箱买的这个小汉堡嘛，我也没吃，我准备拍完视频去吃。我其实肚子很饿，但是我生气，我不舒服，我很不高兴，然后没有办法，所以我要把我的情绪这个状态说出来，要反映一下真的这种情况，就是也不是反映吧，就是描述一下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这种父权，这种很有毒的一种状态，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反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打压的，真的。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但是反正在我身边的这种朋友或者之类的，他们家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有的会更加的糟糕。
对，更加的糟糕。因为有的可能说家里父亲喜欢赌博，有的喜欢酗酒，或者有的是这种出轨之类的，会更加的糟糕。真的，以前我这种事情我都是忍了，我觉得没必要发到，就是没必要在视频里面讲，能忍就忍吧，说出来又怎么样呢？但今天我要正面这个问题，我要正面面对这个问题，正面面对这个情况，不是说我一直忍受，默默的把这个东西压下去就觉得怎么样。还有一件恶心的事，那我爸平常就是起来就是发呆嘛，就坐着发呆听小说发呆，然后饿了就要吃。他回来到现在就做了一顿饭，就没做过饭，然后动不动就是要我出去。你看前2年下馆子去小饭馆吃饭，要不就是让我去小饭馆把这个菜打包回来吃饭，要不就是他不在家，他出去打牌了，就在外面吃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你吃饭，你做饭我就跟你吃，你不做饭你就自己吃，各吃各的嘛，你不要带着我，不要叫我怎么样，我有我的节奏，我有我的状态，我有我的频率，对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所以我很讨厌，我现在就在等，我就希望我妈要到20几号，我要去接她，把她接回来。然后我爸这个月在家，他5月份他要去我爷爷那边待1个月，我就每天盼星星盼月亮，我妈回来会好一点，会平衡一点，基本上会好很多。而且我现在真的是在忙我的事业，我不想被打扰，不想被影响我的状态。我很讨厌这种被影响的状态，就是我不要求你，你也不要要求我，真的非常的讨厌。很多事情我不要求，我已经不要求被理解了，你起码你不要要求我怎么样，对吧？那他比如早上他吃完了早饭，他去修水管，就家里的这个水龙头有问题，他要修。这种事情你修你的呗，他修不好他就叫我来帮忙拧螺丝之类的，那我也来照做了，我也没有说不做，也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他也会发脾气你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怎么样，这种事情你有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发脾气呢？那这种事情不是1次2次，是我从小到大都这样子的。包括我妈妈有时她叫她帮忙也会这样子，就对着我们这种情况，就很糟糕，对家庭的伤害非常的大，对我的伤害很大，对我妈伤害很大。我有时候和我妈妈说，你这辈子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和我妈说，你这辈子做过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嫁给了我爸。这是最糟糕的，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生下我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快乐。但是后来我学了道了，我学了道法，学了因果这些东西，了解之后就是没有办法，不是我能选择的，也不是他能选择的，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一点有一点我是能做到的，就是我自己有一点我是肯定能做到的，我是反大男子主义的人，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从我这里把这件事情掐灭碾碎我不会用大男子主义的这种情况去对我的以后的家庭，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不会这样子，我会更多的用爱去对我的家庭，因为爱可以滋润家庭。我没有大男子主义，我很讨厌这些东西，我非常的讨厌，非常的反感，非常的不能接受，这对每个家庭都是有伤害的。而且我跟我朋友吐槽的时候，他也会和我讲很多这种话，但其实往往讲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会被定义成是负能量，但我觉得并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用爱来把它，就是这种承受的这种事情，承受的这种能量越多，那我把我的就是爱会激发出来越多。现在我的感觉就我的状态就是我把它说出来，我反过来想，我只能反过来想，就是我虽然我忍受不了，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我非常的忍受不了，非常的糟糕，但是要面对它，那只能化情绪，化这种状态为动力，
把这件事情讲在我的视频里面表达出来，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可以说对我一个交代，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我自己的是一件把情绪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我这样做再反过来想，这也是我一个能让我更好的去做 YouTube 的一个动力。这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没有办法去逃避，我必须去正面去面对这件事。虽然很讨厌，虽然很反感，而且我以后绝对把这件事情踩在脚下，对，碾碎或者是敲碎。有时候真的就是想一个人吧，离开这个家庭，走出去，就是走出去嘛，不再被这种事情所内耗。但有时候觉得，我妈妈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她也在忍受。我妈有时候也为了有时候我妈也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不愉快，没有办法，我妈会自己劝自己。因为他觉得就是忍受了几十年了，怎么样？但是从我这里，我是射手座，这不是我的标签，但我确实是这个星座。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会杜绝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在家我会沉默，能做的只能做到这么多。只有等我走出这个家，我真的发现有时候。你看他现在我爸现在，他早上吃完饭了，换了一个水管，发完脾气了，然后坐着听小说，听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睡的感觉好像不是很舒服的，现在又到房间里又躺到床上去睡觉了。现在才几点钟啊？现在才下午的2点半。他是吃饱了，他也不饿。我反正吃不吃，他要我吃，我说我不吃，我减肥呢，我吃那些东西热量太高了，我不想吃，什么稀饭啊，对吧？什么烧麦啊、包子这些东西，我不想吃，就不想吃。对，他也不好逼着我吃，我做给他吃，他吃完了还跟我说，这个包子和这个馒头就是烧麦今天做的从冰箱里拿出来，因为我是蒸的嘛，我是用这个蒸出来的蒸锅，放在蒸锅里蒸的，我蒸了20分钟。他说你这个吃完了还是冷的，里面还是冷的，还没有蒸热，没有用这个蒸锅把这个馒头、包子、烧麦蒸热就是还有一种好像是在抱怨我的这种状态，就你没有做好这件事。那我也没理他，我说好，我知道了。我没理他，对，我沉默嘛，我只能这样子。所以说，虽然我现在我现在状态就是说出来感觉好多了，也很饿，但是又为了这种事情呢内耗生气，所以也会抑制我的食欲。没有办法，我相信以后，等我 YouTube 做好了，等我能走出这个家庭吧，那会好很多。但是像我妈妈这种情况，真的挺不容易的，真的，我是能体谅她的，能理解她的，只能在默默的等待了，等到这个月结束，或者等到我妈妈回来，会好很多。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所以只能再忍耐了。OK， 停止录像。